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民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还是持续来关心哦。现在美国跟伊朗的发展，好，我们知道他们停火这14天，好，但是马上就要到了，大概是21号左右的时间哦，所以大家也在关心他们接下来的和谈会不会进到下一轮哦。我们先看到伊朗的总统裴泽斯基安啊，他就有特别讲到说，伊朗致力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关系，好，地区的安全应该由地区的国家来自己保障。他说，由于美国多次的违约，他自己也讲重话说啊，伊朗的人民对美国已经完全的失去了信任。好，不用伊朗的总统失去信任，连伊伦都失去了信任因为每次看到了川普讲什么马上就会丢起来所以我们大家对于川普都是满头问号啦。好，那当然，伊朗的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也特别讲说啊，美国人害怕持续的战争，但是我们伊朗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充分准备。说美国要发起地面行动就意味着数以千计的美军士兵将会被俘。好，那如果美军发动地面进攻就会落入伊朗的圈套。他说到时候将绑架美军来换取大量的赎金。好，那我们知道目前看起来美国还没有要打地面战，但似乎伊朗这边早就有相关的准备甚至也放话在警告美国。那伊朗军方也特别讲到，伊朗的武装力量当前是属于一个高度戒备的状态。好，这是伊朗的陆军发言人就特别的说，他们已经有下达明确的指令，也就是如果针对伊朗的地面入侵，必须坚决的予以反击。那并强调不能让任何一名入侵者活着离开。那也对他们而言，停火跟战时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好，为什么会一连串的讲这么多美国可能入侵这个伊朗地面进攻的话呢？会不会是因为现在看起来美军是持续在集结，那是不是就会有下一步行动？伊朗目前也持续的关注。好，那当然川普在讲到伊朗战事的时候，每次都说什么赢麻了赢疯了，应该很快就会结束。好，我们看到他说目前的战事非常的顺利，那预计整体的冲突应该很快就会结束。那还不忘赞一下美国说我们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队。他说这太完美了现在依然完美，这就是他们拥有的力量。好，但问题是你自己光讲没有用嘛毕竟美国跟伊朗现在是进入到了谈判的阶段。好，所以第二轮的谈判还在瞧。现在美国的防长赫格塞斯又放话来警告了，我们听他怎么说。Iran chooses poorly, then they will have a blockade and bombs dropping on infrastructure, power, and energy. Iran, choose wisely. 好，所以他叫伊朗要明智的选择，甚至这整个重点就在这4个字，叫做重新装弹。好，所以呢，伊伦就想到之前不是很常讲说停火其实伊朗最怕的就是美国重新再启动了一些补给，那是不是就是意味这样子呢？好，那美国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则说美军部队已经准备好随时恢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好，所以现在大家觉得战事恐怕还会持续下去那尤其美国的防长赫格塞斯又说据信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已经受伤，但是还活着。好，那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则是有回应说，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身体健康，但因为战争推迟公开了露面。好，目前在伊朗的这个部分跟美国的交战，在这个目前看起来口水战居多，但是川普其实很常会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嘛，所以我们看到标题这个制作单位下是川普的梦里什么都有。因为只要梦里能够想象的东西是现实之下不一定会发生。好，也就是川普会讲说美国跟伊朗可能在本周末展开谈判，还说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他甚至还讲到一个关键词就是伊朗同意交出合成癌。好，那合成癌其实就是川普通常用来形容高浓缩铀的一个字眼。那他甚至还讲到不排除亲赴巴基斯坦来敲定协议。所以大家就觉得
或许事情又有不一样的发展哈。那但是他是不是又在做梦？不知道。但是被问到经济跟油价的时候，他说油价是低于自己的预期，甚至预期美伊的协议很快宣布。那他也说这会为美国带来免费的石油跟免费的荷姆兹海峡。好，那白宫的新闻秘书则说啊，两国是持续透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富有建设性的沟通，那对达成协议抱有良好的预感。那停火协议方面，他说美国并未正式的要求延长停火，但是仍然积极的参与协商。那范斯则说啊，伊朗将提出一个终结战争的重大筹码。好，所以大家就好奇伊朗这边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看到伊朗驻联大使说啊，尽管我们因为美国屡次背弃外交，存在着深刻的不信任，但我们仍然本着诚意来参与谈判，而且保持着审慎乐观。好，似乎接下来的不管是战事还是在外销的斡旋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个新的进展。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目前的状况？我觉得你们两种声音都听到嘛，一下硬一下软，这表示什么？这表示4月22号2周停火到期嘛，所以到时候再延2周这样。可是不会有进展，就是说双方的谈判立场相差太远，所以谈判不会有交集跟突破了。可是双方都不想再打，所以只好用最表面的东西，我们就再停火2周。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最高了，因为我觉得伊朗越来越不愿意放弃核武了。因为你想一想啊，你面对以色列这样的对手，以色列已经有核武了，为什么以色列的核武不用拉上谈判桌来谈判？只有谈我的核武，而且我根本就还没做出来，为什么不谈以色列的核武？那谁能够拘束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我没有看到这种力量啊，所以我觉得在没有能力拘束以色列之前，要求伊朗单方对核武或者是导弹或者是实业派民兵的自我限制，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因为你没有打败他，没有打败他，你怎么可能把对方当作战败国来谈？这就是我们讲的嘛，战场上没有得到的，谈判桌上是拿不到的啦。可是双方又不想破局，怎么办？所以只好时间快到的时候，持续在延，再丢2个礼拜，用时间换取空间。对，我这个就是不想破局的最方便的方法。所以我们就必须再忍耐，川普再吹牛下去，这没有办法。然后伊朗也差不多啦，其实伊朗讲话，革命会的也强硬的要命啊。那伊朗一副好像他已经打败美国一样，事实上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做两边都不面对现实嘛，那这样怎么可能谈得出结果啊？所以我觉得最可能的状况就像这种话，我不让入侵者活着离开，问题是这个不会发生的，不会有地面作战的。你看美国嘛，美国宁可在荷姆兹海峡的大外圈再围一个，你怎么不攻进去啊？你不是要占领哈格岛？如果不想打地面作战，也可以炸啊，没有，表示美国也不想打。可是美国不能够让伊朗觉得他没有能力打，因为还没有谈完嘛。所以呢，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了，就是还是信誓旦旦说我都准备好了，已经重新装弹了 ，reload， 可以再干一次，就打，他不想打，所以呢，我估计最可能的局面是再延后2个礼拜。好，这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就会叫的狗不会咬人啊，就是有点这样所以这个美军调兵遣将持续到中东这边来集结其实可能也是一种威吓反正我们要谈嘛，边谈还是要边壮大我自己的这个样态。帅将军怎么看？这个伊朗自己已经挨了1个多月的这个美国人的手段，你还有什么手段吗？我还能再招到哪里去吗？我持有的这个战略杠杆荷姆兹海峡，你没有办法嘛？那
我地面上也没有办法跟你，可是你上来了，地面作战，那你美国就可能真的要宣告失败下场了。所以美国也不敢轻易说用地面作战嘛。他这个 reload 就是把飞弹了、火箭了这些东西再来一下嘛，连目标都讲得很清楚啊，炸你的发电厂啊、民生设施啊。那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在外海堵掉你伊朗的油轮，让你没有收入。你以为这样就能把伊朗给撑死吗？不可能，因为伊朗后面跟苏联还接界的，所以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的方法，你也没有拿出所谓能够致命的武器让伊朗屈服，所以伊朗就是我摆出这个姿态，你来吧，你能拿地面作战我欢迎，你要再炸也不过就决一死战嘛。哎，对，这个。我们以前讲的啊，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再弄嘛，就已经这个样子 ，nothing worse， 我给你拼到底了。所以这个僵局啊，目前是在战争的历史上看是常见的，打不下去又不愿意停，那就谈了自己有点生气的时候又来打一下，打不出结果又得谈，哎，这种在以前的历史可以谈个5、6年的才结束的。越战很早就开始谈了，为什么？越共就是死了心了嘛，我非把你弄走不可。所以这个问题，你美国再强大，美国跟他发动战争的对手都是差很多倍啊。我跟你讲，你的政策、你的战略性的错误弥补不了你的装备、武器的优势，所以这个问题，伊朗早就看穿了，他也没什么选择，我就跟你耗到底。这个问题就看谁耗不下去。现在伊朗倒没有急到说活不下去，但是川普就感觉到抽不开身，他还有很多比这个事儿还要命的事情，国内的问题啊，对不对？还有面对中国，你摆出什么姿态啊？现在大家都在等着看你笑话了。你是 No.1 的老大，现在急着想去像老二，啊，能够增加一点光彩。事实上，这很有点像没落的贵族垂死的王朝，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会说啊，这个东西会说中国正在崛起啊，然后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不过有些观点是认为啊，其实这个美国正在衰弱，比较是属于事实所以这此消彼长之间就会形成一个不同的态势。大中教授怎么看目前的状况？我觉得伊朗跟美国都想要谈出一个结果啦，就是对谈判既期待又怕受伤害。而且双方都有人扮脸白脸黑脸比如说川普的讲话，听他的讲话好像已经是几乎大功告成了，抵定了，几乎已经伊朗做出重大让步，谈判已经是这个结果已经是差不多出来，美国胜利在望。可是你如果去看赫格塞斯刚才的讲法，就是还在施压。那赫格塞斯跟财长贝森特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在警告伊朗，你如果赫格塞斯的讲话如果翻成白话文，就是说你放聪明一点如果不怎么样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那同时看伊朗的状况何尝不是如此？照道理说伊朗已经2次被美国奇袭，第一次是在去年6月，而且前面已经谈了2个月，谈了5轮，在阿曼和这个罗马首都。那今年2月份也是3次谈判，在阿曼的这个主导之下，但是2月26号谈完，2天之后美国发动打击。意思是被骗2次，那为什么你还愿意坐上谈判桌？所以我认为伊朗也知道打到最后你还是战争的尽头，应该还是要透过这样的方式解决。那美国何尝也不是如此？就像刚才这个将军所说川普也很怕抽不出身来，他还好多事要处理，眼下就是要去中国大陆访问，也不过就是1个月之后。但是呢，现在的僵局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川普最近几天讲话，他其实只讲2件事情。一个就是浓缩铀核武，第二个就是荷姆斯海峡打开，其他的已经不是他最在意的事情。但这2个议题又恰恰是伊朗很难去做退让的东西，因为这有点像是经过这一次之后，伊朗更觉得美国要的是这个，可是经过从去年到今年，证明说这2个是我最后的法宝了，最后的筹码了。假设我在荷姆斯海峡我就签下协议，
让美国跟我共管或如何。假设浓缩铀我完全交出去，而且按照川普所讲的，永久不能去发展浓缩铀跟往核武的道路前进，那我就是左右2个臂膀都被斩下来了，那我还剩什么？所以他也会担忧，他也会紧张，所以目前就是卡在这个僵局。那我们就看说哈，这个21号之前有可能是这个周末，到底最后的状况会是如何？双方都是不想要丢面子，而且能够保住里子，就谈判就是如此，在2方面的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一个最有可能的中间点？我觉得都想，但也彼此都知道这个难度非常非常大。好呢，那川普有川普的问题，因为民调越这方面是民调对他不利。那伊朗何尝不是如此？伊朗总统所讲的也是啊，我们的领导者最高领导者都被击杀，我们对你不信任。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在看未来几天应该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朗的一些进展。对，所以有这个斡旋嘛，就是要谈谈来谈去就是要一个最大的中间值，但目前看起来哇，2国相差甚远了那如果真的再延后2周不知道川习会不会又延后，这也是一个变数。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应该都记得，我们过去讲美国啊是世界警察。好，现在美国不只要当世界警察，还要当赫姆兹的警察啦。你看到这美国管赫姆兹啊，应该就是管东管西啊。现在让伊朗的军事顾问也非常的不开心他直接警告了川普。我们来听听怎么说。الان لانچرها رو احتمال قوی میدن برادران ما بردن نشانه روی کردن برای آبراهام لینکلن و همه ناوها الان زیر لانچرهای ما هست. همه را پیش بینی دیگه این است که این به تلاش‌های مذبوحانه و مأیوسانه ادامه بده. این而且他也直接开枪说要击沉美军的军舰那现在呢，整个看起来像大国角力，因为美国的情资还曝光说中国大陆打算提供伊朗先进雷达系统。好，这是五角大厦的国防情报局的评估说中国正在权衡是否要提供德黑兰先进雷达系统。那另外有报告传出说，俄罗斯已经和伊朗分享了美军在中东各地军事部署的情报。好，那伊朗使用地球之眼的卫星监控美国中东基地嘛？那现在中国大陆的驻英使馆有进行驳斥，那说中国大陆驻英使馆发言人就有驳斥说这个报道不属实，说伊朗的危机是一场根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好，那起源各方都很清楚，所以中方坚决反对一些人编造谣言关联中方。那这个事情也不是第一次有讲出啊，之前还曾经讲到什么北斗卫星等等的所以呢，很多的东西也是要牵扯到中国。好，那现在美国的这个美军封锁升级，也直指伊朗的海上命脉，武器弹药的钢铝禁止运往伊朗。那这是美国的海军通告说，美国已经扩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范围，那将会被视为是违禁品的货物纳入在其中。那任何被怀疑试图前往伊朗领土的船只都会收到交战国的登临还有搜索权的约束。哇，好大的权力啊那现在美国有能力无限期的封锁伊朗港口这是白宫副幕僚长米勒他说，如果伊朗你选择走错误的路美国就有能力无限期的将这项行动持续下去。那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也特别提到说美军已经完全断了伊朗经由海陆的经济贸易，还说这些贸易占伊朗经济总量大约90%。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封锁持续升级当中而且不断有不同的人出来进行这样的宣告。但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则认为现在中国不认同伊朗对于海湾国家的攻击，那认为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跟安全应该得到保障。那呼吁伊朗要采取积极的举措，尽快的恢复荷姆兹海峡的正常通行。那当然他也有批美加马封锁是一个危险不负责任的行为。那现在俄罗斯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也特别讲说，美国有使用到武力嘛来封锁赫姆兹的封锁伊朗的港口
或是海岸，他认为这种就是一种犯罪还有侵略，那这会加剧冲突，而且带来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后果，不仅会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当然也会违反了国际的海洋法。那现在赫姆兹海峡还是全球最关心的议题，我们看到 G7 有怎么回应呢？有说准备好要因应经济冲击了，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赫姆兹海峡或是伊朗港口被封锁，其实蛮不乐观的。那法国的财政部长也特别讲说，赫姆兹海峡必须要重新开放，但是不能不计代价。说 G7 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会因应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那美军现在看起来到底是从容还是匆忙呢？我们先看到的是川普政府对于伊朗的战争花费是三缄其口。之前我们就曾经在节目上讨论过，它有很多的成本并没有算入，所以有一些专家一算之后才发现比美国政府说的还要更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人追问川普预算主管说这场伊朗战事我们究竟让纳税人付出了多少代价的时候，这位预算主管拒绝正面回应，他说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大致的数据。好，那共和党则是为他们自己的总统川普来辩护嘛，说公开听证会危及到驻外的美军，所以不利川普实现目标。那他们认为这场行动进展顺利，冲突可以很快的结束。好，但是如同刚刚亮哥说的这个现在的僵局难解，恐怕还会再延2个礼拜。那这叫冲突很快结束吗？好，那当然不止造车，现在五角大厦传找通用福特来改造武器，要重启民主兵工厂。那就是川普在这个月有要求要将军事的预算大幅增加5000亿美元，来到了1.5兆美元，这是47兆的台币。好，那五角大厦高层还跟通用的汽车以及福特等企业的高官来进行接触，讨论是否能让这些制造商迅速的转型来投入国防生意。那这就很像2战期间底特律汽车业化身民主兵工厂来制造轰炸机跟飞机引擎等等的看起来这个川普政府是没有路可以走了，必须要这样做。好，那美国的空军近战力汰换期有20名将领联名称战力是史上最烂，那需年购100架的飞机来更新。好，这是20州的国民兵的副司令最近有联名致函美国的国会，呼吁在2027年财年预算当中至少要采购72架的新型战机，好，不然所有的单位都会持续使用的是1970年代的战机，所以可见美国每次都说自己是全球的这个军武强国，但是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只要没有了新战机，看还在用旧战机，那还想去跟别人打战，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啦。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部分，也就是伊朗的军事顾问现在就呛还想当什么警察休想也开枪要呛这个集成美国的军舰。好，一样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目前伊朗跟美国的部分。美国是说他只针对经过伊朗港口的船做围堵，那就有一些船经过伊朗港口，然后看到美军在前面又跑回去，然后下次就没有经过伊朗港口。他是跟他说我不经过伊朗港口的意思吗？对，就骗他，还是要过有没有得逞？有，因为美国不敢真的把人家围堵你怎么弄也不合法吧？没有，这个现在战争没有人在跟你谈法律我跟你讲是在谈有没有能力了。我坦白讲，人头大不大啦 ？VLCC 超级巨大邮轮是上万吨的，美国那个军舰才几吨美国的军舰搞不好很多都2000吨以下，所以如果人家是全速前进，搞不好你跟他对撞，你自己沉除非你敢开炮会用武装直升机截停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状况。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军舰也开始进入，今天早上开始传出这个新闻，中国大陆054有一艘船叫大庆号，还有一艘船是052D，这是全配备的，叫好像叫大唐号吧，还是唐山号了。反正中国大陆有2艘军舰，他们叫那个中国的邮轮
出来不要怕，我们在这边等你。哦，我们这里你冲出来，只要进入我们的护航圈，你就没事了。结果香港有一个报纸就去拍嘛，说中国的军舰距离美国军舰最近只有200公尺。那中国大陆那个大庆号054啊，4000吨，比美国军舰还大。因为护卫舰其实不是很大，所以我就说啊，我们就来看看美国这个效果有多大。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是，第一个，你真的敢用武力拦停吗？你真的敢用吗？我是希望中美在这里能够开火了，互相开火，看谁比较强了啊！不然我们每天都在谈这种僵局，无聊死了，对不对？最好大家拼拼看嘛，看谁比较强啊。那到时候，因为美国主要是要拦中国的邮轮啊，那中国大陆本来就有，它这个叫48梯次，它是在阿曼那边配合那个吉布提啊在做演习，那他们就开过来啊，所以其实很近啊。听说3天前就在这里了，3天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的观察啦，就是你是要干嘛？那贝森特是说啊，美军会要收集到伊朗的港口付费的船只啊，美国会做制裁啊，所以那些船只都不要让美军上去，就是做临船，就是登船临检了。我当然抗拒啊，我资料被你知道，那美国方法多得很啊，因为他们又不是只到这个地方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有得玩呢。那如果中国大陆连055都开过来呢，那就更好玩了。对啊，所以现在中国大陆也在出招啦，哈。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让，因为那个谁啊，傅聪在联合国公开讲，说中国大陆的贸易是合法的，你怎么可以拦截人家的合法贸易？他直接在联合国大骂美国违法。好，你看，我们还是有人会用法律的意思在想哦。可是美国现在可能讲，我现在就是拳头比较大啊。那就看谁的军舰比较强嘛。是，就可能会演变成这样。所以我建议双方都开炮了。将军怎么看？将军，这个东西，因为美国实在拿不出能够一刀毙命的招数，都在那里擦边球在那里搞，什么封港啦，封锁伊朗的油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在虚弱的时候，中国大陆随便表现一点硬招的话，他就很难应付。如果说亮哥那种说法一开炮，那五月的你还要不要跟习近平见面呢？不，川普立刻说：“停，我要跟习近平见面。”我回去好了。这个经不起事的了，因为军队啊，一发生摩擦，最好是不要开火。一开火就停不下来，对，很难止战了，止不下来。军人本来就培养一个好斗的战斗意志，你惹到我头上了，我能不反击吗？要反击一定杀得更凶嘛。现在为什么美国的弱点我很早就看出来了？你的第一线航母上的战斗飞机啊 ，F-18早都该退休了，在现在。再看他的国民兵，国民兵是美国的第2武装部队，就是当你前面部队不够，他就要调上来支援。国民兵也讲了，你给我们飞机太老旧了，你美国有能力的话，把 F-18换装做 National Guard 的空军，然后你自己制造一批替代大黄蜂，没有这个财力嘛。所以美国是什么招都已经用到他20大战以前那一招，汽车工厂给我造坦克啊，飞机工厂给我造战机啊。美国的商人现在愿意这样干吗？所以这个问题啊，不是啊，你看不出这个纸老虎的这个虚弱。现在就是你看嘛，我们的军人在看着旁边看好笑，真正有力量你就显示出来嘛。都在拿那些灰色地带来吓谁。
吓不住人了啦。你的底牌已经，俄乌战场上跟这一次战争里面已经暴露无遗了，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些在那打嘴炮的事情占多，像我们搞军事评论的就懒得评论。确实啊，因为这个政治口水比较多、啊。船摆在外海，两栖登陆部队、空降部队在那里穿的，手都不敢松一下。那你干嘛？老远跑去干嘛？对啊，对不对？你没种嘛！所以伊朗已经看穿了我现在就是跟你希望你上陆地来，伤亡一多，可能这个战争结束了。现在打嘴炮的这种和谈结束不了这个姿态了，对不对？所以你有本事你亮剑嘛，都在那里虚晃一招。因为我刚查民主兵工厂的时候，美国1944年一年做几架飞机，你知道吗？9万架。对呀、一年呢，1年做9万架飞机，现在做几架？好，大众教授怎么看？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阵子也很特别哦，很多国际媒体在做一些报道，就说哈，这个中国大陆正在考量哈，是否要这个军事援助伊朗哈，比如说提供哈先进的雷达啦哈，或是一些分享及时一些重要的卫星的资讯等等等等。那最近一则就是说哈，这个 DIA 哈，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官员可能是跟媒体有这样的透露，好，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黑白两手。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几天之前，川普不是才自己讲，他说他写信给习近平，啊，里面表达说哈，这个关切就是中国大陆是否有可能会提供给军事装备武器给伊朗。啊，川普说习近平回信里面他对内容非常的满意，非常好，因为给他一个保证，而且双方又提到说5月要见面，这是典型的一个操作，就是在。这个川普的讲法是如此，可是与此同时，美国的军方他会特别泄露一些讯息，这是有双重目的的。一方面就是说哈，他在塑造出一种公开的压力；第二个就是说哈，你不要轻举妄动，我会很严格的盯着你这件事情。那这个状况可以比拟啊，可以比如说前几年的俄乌战争爆发，当时的拜登政府的官员讲话，有时候也是透过这样的方法。就是说你不可以提供什么致命性的武器给这个俄罗斯。那讲了很多，但是应该是没有。如果有的话，白纸黑字了，这个证据早就摊在阳光下，放在这个桌面上，逼迫这个北京你不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些都是在谈判之外的一些次要的一些场域。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很有趣，就是因为228，其实美国这个打伊朗的行动叫做史诗这个怒火。啊，对，那对史诗狂怒。那其实前几天哈，这个美国财政部也有一个所谓的经济狂怒的一个策略，基本上就是在配合哈整个目前哈美国的一个态势，全方位对这个伊朗做施压。因为军事上已经在做封锁荷姆斯海峡。那贝森特自己的讲法是说，就是一个警告，就是说哈，我不会让你有任何的这个漏网之鱼啊，我们尽可能会做到铜墙铁壁。啊，就是伊朗，你不要想运出任何一滴油。与此同时，还在警告其他的国家说，我会做2级制裁。全世界的企业，你要跟伊朗做生意、做金融的交易，你也会很小心。这些都是旁边的一个主要的铺陈，尽可能把所有的地方能封的地方封住，让伊朗在谈判桌上觉得没有消，受到压力，你必须得退。那这是美国目前的一个政策。但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伊朗，目前被美国军事封锁。这个制裁，你有多少的这种空间能够打出去？以上。好，所以到底美国的这些招数对伊朗有没有用呢？恐怕还是要看下一轮的谈判会不会有一些进展。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们，带给你一个比较新的讯息，也就是美国现在又有一个核动力航母失火，有8名的船员受伤。好，这是美国海军的艾森豪航母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造船厂，它进行维护时发生火灾，所以有200多名的船员因为吸入浓烟而呛伤。那美国军方说火灾已经迅速的被控制扑灭，那8名的船员经过治疗之后，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执行。好，那当然我们看到艾森豪是
是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造船厂在这时候传出这样的消息，确实啊，如果以我们这个比较民俗传说的说法，会就是噩耗这个是这个凶兆因为现在这个美国啊，很多的兵力都调往了中东那现在这样的讯息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这个不太好的预兆。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关注在以色列跟黎巴嫩那因为呢他们同意停火10天，那川普这边就邀请了两国的领袖到白宫来会谈。那川普的发文就说啊，黎巴嫩的总统啊跟以色列的总理为了达成和平，所以从台湾时间的4月17号清晨5点开始会停火10天。那他就邀请了2个人到白宫这边展开了1983年以后首次有意义的对话。好，那伊朗的副总统也特别讲说啊，其实川普已经把美国变成以色列的一个行政区了，意思就是说啊，其实以色列比美国还要大啦他说啊，主张美国优先的川普啊，行事既无战略也没有规划。好，那坦雅胡呢，对于以黎停火10天怎么看他是说啊，好，我同意但是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啊。所以啊，他说前提的核心啊，就是必须解散真主党。如果这个条件没有松动，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要求全面撤军的需求。所以你可以看到纳坦雅胡真的是发了疯他一定要把这个真主党给解散那现在黎巴嫩的议会真主党籍的议员他听到当然会觉得说啊，也会关注以色列到底有没有履行停火的承诺，是否有切实有效的来履行停止一切对黎巴嫩敌对行动的承诺。那当然因为黎巴嫩他们之前曾经在伊朗跟美国停火14天的时候有讲到说连黎巴嫩都要一起停火，但是后来纳坦雅胡还是继续打，所以这也让黎巴嫩这边真主党籍的议员相当的关注。好，那当然现在看到能源大受冲击啊，先说美国制裁了伊朗的石油业，好，锁定的就是德黑兰的大亨从企业界来下手。那我们看到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我们要展开经济怒火的行动，会加强对伊朗石油业的制裁。那锁定的就是石油运输的巨头穆罕默德·霍森·夏卡尼这位榨取伊朗人民牟利的政权精英。好，那当然现在 IEA 国际能源总署有特别警告说好像快没油了。好，因为赫姆兹海峡封锁导致有史以来面临最大的能源危机。那欧洲的航空燃油可能只够维持6周，那这会对欧洲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好，那高度依赖中东原油的亚洲跟欧洲的炼油商现在非常想要赶快找到一个替代的供应。好，对美国的原油的需求全球都在上升，所以美国作为全球最大产油国，现在变成最重要的替代来源。好，那就有网友致 AI 说川普现在是控油大师这个控油不是控我们脸上的油是控全球的油啊，借着石油来发大财。那川普约见了石油巨头，是敦促行业要集体的增产那就看到了这个商机嘛，所以你赶快给我把这个增产石油，让我可以赚钱。那现在外交的部分川普恐怕没那么好过，因为呢传出美国延后交付部分欧洲国家的武器，那也搞得惹火了盟友。现在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已经濒临崩溃，那像是很多的这个欧洲的伙伴跟华府之间现在看起来都是比较冷处理的，那拒绝让盟友参与冲突计划或是和平谈判的一个决策权。好，那这对川普来说是好事吗？我看他整个战火，不管是在中东之前的委内瑞拉，或是现在跟盟友之间，到处放火，这样对他盖贺吗？我们先问亮哥。我觉得跟以色列谈判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啦。他想到要打就打了。像黎巴嫩他应该谈的是真主党，怎么会是黎巴嫩政府？对啊，黎巴嫩政府你是给人家侵略，这公然违反国际法，黎巴嫩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以色列对黎巴嫩，他根本就是要扩大领土了，他哪里要撤军？所以你跟他谈有什么用？他的对手就是真主党嘛，所以我觉得。在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大概只有跟埃及有关西奈半岛的谈判是有意义的了，其他以色列几乎都没有谈判。叙利亚到现在戈兰高地就占领了，他没有谈判了。
也不还啊。现在已经在戈兰高地盖高级别墅，所以我觉得黎南地区早晚啊一定会变成开始有屯垦区出现了，一定是这样。所以这根本没什么好谈。我跟你讲，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伊朗为什么越来越有这种感觉了？说你们如果不谈以色列的核武，那为什么要谈我的？我根本还没做出来啊！以色列有核武这阿拉伯国家都知道啊，他也不会掩饰啊。那以色列如果用核武打伊朗，谁来做公道伯啊？所以你如果是伊朗当然会想，我要弄一个东西出来做恐怖平衡啊，不然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就是谈判上的不对称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看到美国跟伊朗在谈，以色列没有进，对不对？那美国让人家觉得他是配合以色列的啊，结果以色列不在谈判桌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谈判事实上是在做戏了，是美国找不到退场机制，所以希望伊朗给他一点面子，让他可以不要再打。可是对于这个战争的真正结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以色列会不会再打，取决于以色列他也不会听你美国。现在美国管不住以色列管不住了，对，所以整个局势就变得复杂了。以色列只是会做面子给你，比如说跟黎巴嫩，美国说啊，你们都没有在谈啊，一天就弄出来给你啊，所以就弄出来了。所以感觉每天好像都在打假球就是谈不谈，然后做面子给这个美国看，那这当然是没有结果。真正的核心是美国不想打了嘛，那伊朗也打不下去了，因为伊朗真的是被打烂了嘛，美国不想打，要有一个体面的理由，所以这个才是真正谈判的动机啦。对啊，但是我们回到40天多天以前，其实美国根本不应该打这场战事，好吗？好，我们看到一开始我们有讲到这个核动力航母失火，那是在维吉尼亚州。那当然很多人觉得这就是美军一个不好的预兆啊。将军怎么看？你像我们的国军丢了根枪或者是什么东西，那都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个船上的救火，我跟你讲，所有演习，船一开动就先做救火演习，因为船只的里面的空间很小，这么多的燃油、炸弹、这个电线，所以这个救火是他们第一个最重要的训练。你反复看好了，船长一上船一登舰，第一个演习就是救火演习。但是这个火，如果是技术上出现的火，那还没有吧，就是电线走火什么。如果是人为的纵火呢，代表什么呢？现在美国的航母，他们的船员是常常互调的。那你福特号在海外搞10个月，那其他的船也是一样啊，过劳啊。马上林肯号要不要找人替代？要啊。福特号要不要找人替代？要啊。那在船坞里的船，我放把火就不该是人我去了，对不对？将军有点阴谋论我跟你讲，这种事很自然的发生，他反正制造一个起火点，不是现场你看得到的地方，太容易了嘛。这个船上玩机械的干部太多了嘛，所以他也许制造一个小火灾，别没想到控制不住，搞了200多人呛伤。这个问题我就要追查起火的原因，对不对？你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代表美国的军心士气出问题了。哪有事？这是第3件呢？对呀。福特号的大便问题，这还有一个什么洗衣房着火了，着火，这个不知道哪里起火，能造成200个人呛伤。显然，只有餐厅啊这种才会有这么大量，因为一个航母顶多2-3个餐厅呢，那才会造成这么多人受伤嘛。要不然他各舱有密闭的嘛，怎么会200多人呛伤呢？我怀疑是不是在餐厅啊？因为他们
一天开饭的时间就是人很多的时间嘛。所以这个东西啊，厌战呢、你不要以为军人都很喜欢打仗啊，对不对？你有那种愤怒的作战意志，你很勇敢的上去，被没有道理的东西给驱上战场，你在那里爽，我那边要付出生命代价，我要付出我自己跟家离乡背景搞他妈半年1年这样搞，所以啊，我觉得对美国的军事来讲不是什么好处。以前我们从小都认为美国是个军事大国，我在中年的时候也经常去看，凭良心说，装备、武器、训练都是很好，没想到才过几十年，现在没落到这种地步，真的蛮不胜唏嘘了。哎，不胜唏嘘。美国基地我去了很多，船上我也去过，学校我也去过啊，也看过他们的演练，所以真的今天有这种状况是不可思议。好，我想哦，美国的军人很多人是想我是保家卫国啦，但可能跟欧洲盟国想的也一样哦，你不是正当的去侵略嘛，吼，那当然就会觉得大家不想要去参战了。好，大钟教授怎么看？我提一下哈，目前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才达成停火协定10天哈，但是以色列讲得很清楚哈，除非真主党被解散哈，以色列会保留打击的权利。那事实上，从今年3月份之后到现在哈，其实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向北推进哈，因为过去这个有所谓的利塔尼河以南，好，包括以色列跟所谓的这个黎巴嫩的法定的边界蓝线啊，这一块地方一直是视为是缓冲区。那这一次以色列往北推进，大家不要小看这块土地，其实这块土地面积非常大啊，因为它可能是宽最多30公里，窄6公里，长120公里。有人估算说哈，它在黎巴嫩的土地面积大概占8%到10%，将近800多平方公里到1000平方公里。其实它几乎是2.5倍到3倍的这个加沙走廊，因为加沙走廊也不过才300多平方公里，可是里面很密集，100-200万人。但这一块土地上，目前哈这个缓冲区或安全区里面的这个黎巴嫩人居民大概是数十万啊，大概很多也被要求被迁移，所以以色列也是因为这一次哈，所以他也有一个这个正当性的理由往北推进。那所以真主党我觉得不可能解散，因为重点是目前黎巴嫩政府你也很难去约束真主党，因为真主党他在黎巴嫩的政坛他有法定有这个国会的席次，也能够进入到政府啊，取得这个那个重要的阁员。最厉害的地方是，或是最可怕的地方是，他的兵力还是不容小觑哈。即便过去1-2年内哈跟以色列你来我往，也受到一些损伤啊，但一般预判说他的正规的武力还会有将近快2万人，再加上他的一些后备的力量，加起来可能4-5万人。这4-5万人看起来不大精良的程度当然不能跟以色列国防军相提并论，但黎巴嫩政府军 LAF 他的武装也不止7-8万人。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被一些黎巴嫩人民视为是比较有战斗力的，而且他的部署就是在边界地带，而且他的精锐部队是对以色列造成某种程度的威胁跟打击。但是经过这一次之后，暂时以色列应该会稳稳的控制住所谓这一大块的安全地区，或是所谓的缓冲地区，不太可能会轻易再把它放回去。所以现在是很麻烦的状况，因为联合国在这个地区里面